Hello， 大家好，欢迎再一次收看今天的韦恩有话说。很高兴要再一次透过这个频道来跟大家分享韦恩在一些性别议题上面的观点跟看法，还有一些经历。那今天呢，韦恩想要跟大家聊的主题是什么呢？今天韦恩想要跟大家聊的主题是刻板印象与性别认同。这个主题其实也是韦恩自己在整个生命的自我整理过程当中一个蛮重要的议题所谓的刻板印象跟性别的认同。为什么韦恩今天想要聊这样的一个议题呢？其实在韦恩那时候面对自己性别议题的那一个时代跨性别这个议题并不是非常显学的一个议题。光谈同性恋这件事情就已经是一个禁忌了，更不用讲说要去谈跨性别这个议题。当时会认定自己是同性恋者的原因其实非常的简单就像我之前节目提到过的，我对同性有性的吸引力，在情感的投射上面也比较是以同性为主。所以呢，其实对我来讲呢，在认知自己的所谓的性别身份或性别认同这件事情上呢，同性恋是我第一个接触到的一个性别少数的一个名词在当时只有同性恋这样的一个名词，这样的一个用字比较符合我的状态。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我压根没有去思考过所谓跨性别这件事情，因为我根本没有听过跨性别的这样的一个论述，也当然没有机会接触。是一直到后来开始在性别议题的当中有更多的自我整理，然后也开始接触比较多跟性别议题有关的论述的时候，才得知原来有一个族群被定义成为跨性别者。而当我在慢慢的厘清这个跨性别的定义的一个过程里面，我也才发现其实我在当时对应用字的时候，我仿佛好像也可能是一位跨性别女性。为什么呢？因为我在过去成长的过程里面，我其实很多的时候是被人家称呼娘娘腔或称呼娘炮，或比较多的时候我自己会觉得我自己比较像一个女性女性的一个身份似乎比较适合我这一个人。因为我既不喜欢一般男性所认为的那种很冲撞式的运动，我也不喜欢流汗，我觉得流汗让我很不舒服，所以其实我真正最喜欢的运动是游泳，因为游泳又可以运动又不会感觉到流汗，还有再加上我的个性，其实我是一个蛮文青蛮感性的一个人。这样的我在当时的群体当中也是一直被贴标签的娘娘腔你这不男不女人爱哭鬼一个男生大男生的男儿有泪不轻弹这都是我那个时代我所面对到的一些言语上的霸凌或身份上的霸凌。 Anyway， 就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呢，我会不会其实用一个女性的样貌来对应我自己比较合适？其实我在小时候我会偷偷穿妈妈的衣服，然后我会偷偷去擦妈妈的化妆品保养品，为自己取一个女性的名字似乎好像这样子我可以在女性群体当中得到一些认同。但事实上呢，在整个成长的过程里面，不论我用男性的身份看自己或女性的身份看自己，我在关系上面都充满了非常多的矛盾。现在想一想，我也只能说当时不管是我或我身边的这些同侪，也都还在一个从懵懂无知的儿童渐渐长成一个青少年，最后要开始进入成年的这整个过程当中的一些好奇好玩捣蛋开玩笑但殊不知这样的一个过程居然开始影响了我自己看自己的性别认同。今天主题我要特别谈到关于刻板印象跟性别认同这件事情呢，就是我想要谈的就是在我成长过程当中的这些经历，让我开始对于自己是个男性或是女性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产生了极大的问号。对，为什么我拥有一个男性的生理器官，然后成长过程当中也的的确确是一个男性的一个外貌跟身份，可是我却被人家说我是一个女性，
被人家说我是一个不像男人的人。那但是在女性群体当中呢，我也不见得100%被接纳，因为我的外貌、我的长相，当然我的器官也都会被很明确的定义为我是一个男性。我就开始在整理的过程里面发现了这样子的我也开始意识到，原来性别刻板印象对一个人的影响力这么的大。当我意识到我自己可能是一个跨性别女性的时候，我也在整理自己到底跨性别女性对我的意义是什么。我也才明白了，其实我是在用性别刻板印象在定义我这个人是男还是女。而这个性别刻板印象最直接的影响力，就是来自于我的同侪，来自于社会的影响力。我们不能否认，其实社会的确对于男性的形象或女性的形象总是会存在着一些所谓的刻板印象。而这些刻板印象之所以会成型，在某些程度上必须承认，在多数的人的体格、身形、肌肉的发展，以及在思考的模式，在整个社会的角色分配上面，本身就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差异。这所针对的是一个大多数。当然，社会文化的核心价值、核心背景，如何去看待一个男性应有的样子跟女性应有的样子，这也是一个在面对性别刻板印象下的一个影响力。但是这些年，因为不管是女权运动的发展或性别平权运动的发展，其实很多人也开始意识到我们必须打破所谓的性别刻板印象。而联合国在 CEDAW 消除一切对妇女歧视公约当中呢，也很明确的提到消除各样子对男女性别刻板印象的一个重要。我其实蛮感谢我身边的朋友对我的接纳跟包容。我曾经听过一个人跟我讲一句话，这一个人其实在我生命中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这位姐妹呢，她曾经跟我讲过一句话，她说：伟恩，是谁告诉你怎么样才是一个男性，怎么样才是一个女性？我想了很久，因为从来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直到后来我才想通了一件事情，是我会被定位成是一个男性跟一个女性的来源是来自于这个社会，而这个社会呢所打造的、所建构出来男性的形象或女性的形象，并没有办法完全的解释我这个人。这位姐妹之后又再告诉我一个事情是：伟恩，是谁告诉你男生不能爱哭，不能文青，一定要做那种很流汗很冲撞的运动？我第一次有人告诉我一个男生可以哭，我第一次听到原来这样的我还是可以被称为男性的时候，其实我真正在面对的不是我这个人到底是男性还是女性，我真正在面对的是我自己要怎么打破我里面对于那个性别刻板印象所带给我的自我形象的认知。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突破，因为如果我没有听到这样子的一个提醒的话，我人就会困在我到底应该选择用生理的角度定义我的性别，还是心理的角度定义我的性别。而当我听到了这个声音之后，那我要怎么样让我这样子一个男性可以活出属于我这个人独特的个性跟特质，不是被社会定调，也不是被旁人定调，我就是一个这样子的男性。我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自信去活出一个这样子的男性？感性、爱哭、文青，然后呢，我可以勇敢的表达出我需要被保护。而这一个点，也就是我今天所要谈的，到底性别刻板印象对于一个人的性别认同有多大的影响力？性别刻板印象真的会影响一个人的性别认同，因为当一个人生理的现况跟心理的接纳度是有落差的时候，其实他这个人是一个不整合的状态，其实这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我自己也认识曾经因为这样的性别认同而动过性别重置，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变性手术的朋友，对，他也是一位跨红者。
他告诉我说，其实他当时也在这样子的一个身份认同当中，有非常非常强烈的矛盾跟冲突。最后他下定决心要动这个手术。他是一位男跨女，后来他动完这个手术之后，也才发现，在他完成手术，麻药退了，醒过来的那一刻，他什么都没有改变。唯一让他感受到的就是他动了一场很大的手术。他开始在思想，他动这个手术真正的意义是什么？而这个手术真的能够改变他的性别吗？最终我们两个都得到了一个同样的结论，真正面对的问题不是我这个人的身体错了，真正要面对的问题是我这个人的独特被人家用不合适的性别刻板印象的标签所定义，以至于让我这一个人在感受上错了，让我在感受上没有办法认同这样的我仍旧可以被称为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这样的我必须要用一个异性别的身份来定义我才会比较自在。当我们的社会一直在强调性别平等，当我们的社会也一直在努力消除各种性别刻板印象的这个时候，我们有没有办法自省，我们是不是仍旧用性别刻板印象在看待另外一个人？一直到现在，有些人第一次碰到我或第一次认识我，可能还是会多少会有一种所谓性别刻板印象的一个回应。可是对我而言，我所在乎的不是你回应我的这个我符不符合我所要给你的形象，而是如果你就是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定义我这一个人不符合可能你所认知的男性或女性的话，那不是我的问题，那不应该变成我要去迎合所认为的形象，反而是我能不能更有自信的去呈现出这就是我啊。当然如果让你不舒服我的这个表达方式，或者是我的音量，或者是我的动作可能会让你会有一点不舒服，我可以为这个让你感觉不舒服这件事情向你致歉，但是我不会为了因为好像要去迎合你，或者是为了要去让大家觉得我是一个真正的男人而去改变我没有办法改变的这一个人天生的性格，我这一个人的独特。今天要跟大家谈性别刻板印象跟性别认同，其实真正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能不能够更自在的活出我这个人是谁，不是被社会所评价，不是被旁人所评价，更不是要去迎合任何一个人，或者是我好像一定要变成什么样子这会才能够认同我属于男性或女性，不是的。我觉得更重要的事情是，当我们有一个很确立的男性女性的身份的时候，我能不能够接纳我这一个人可以在性别的呈现上有很多不一样的呈现方式，也就是所谓的性别多样性的一个呈现的方式。一个男性当然可以喜欢美的事情，当然可以感性，当然可以不爱运动，同样的，一个女性当然也可以展现出她坚强勇敢，而且是能够保家卫国像军人一样这样子勇敢的身份，也可以用一个中性的打扮来呈现她的利落专业的样貌。其实这些东西都没有彼此影响的，只是我们需要的是如何让我们自己也不被困在所谓性别刻板印象的框架当中，好像说我怎么样都没有办法让我的生理跟心理做一个很好的整合，以至于我必须在心理或生理的认同或身份上做出一个决定，让生理跟心理变成两块，而不是合而为一。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应该要好好去整理跟思考的。当我们只能在生理或心理当中选择其中一个作为我自己的样子的时候，你等于还是在否定你自己这一个人的另外一个部分。当这个另外一个部分被否定了，其实我们这一个人仍旧没有办法整全。而今天的我，性别刻板印象带给我的一些伤害或认知上面的一些影响力，多少还是存在的。只是我能够越来越练习，也越来越自在的让我自己知道，
我不需要讨好所有的人，我只要知道我身边有理解我、有接纳我、有认同我这样子的男性的一群人就足够了。而那些没有办法理解、没有办法认同、没有办法接纳的，那也就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并不需要去讨好，我也不需要去满足。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个地方。我真的要跟大家讲，你是特别的，你是独一无二的，你的独特其实就是你自己应该要建立的自信。我们也要允许让自己的独特是可以被适时的调整，在不同的场合来做出不同呈现的一个弹性的空间，但是这不代表你就要改变你自己的全部。我希望今天在节目的最后鼓励在收看我节目的这些好朋友们，真的可以仔细想一想，你的独特是什么？你很独特，你有你的专属的样貌，你有你一个成长过程专属于你的经历，这不会改变你是男是女的一个基础。而这个社会也应该更加的学习如何去除各样子的性别刻板印象，甚至包括对于所谓性别少数 LGBTQ 的性别刻板印象也都不应该再存在，这个社会才能够真正的进入到一个性别平等的接纳、包容，并且彼此理解、彼此友善互动的一个氛围当中。好的，今天我的主题分享就到这个地方。如果你对我今天的分享有任何的提问或回馈，欢迎你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下你宝贵的意见跟想法，也欢迎你可以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持续的接收韦恩频道的更新。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个地方，谢谢大家，拜拜。